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佐伊最后哥的一个中路出装符文搭配。这个录制的话还是比较早了，好像是第2天吧。大家都还是钻石，那时候能上大师的，基本上都是主牌5牌那种一直从早打到晚那种。不过这个绝活哥的话，他也是打的是单子好，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对线技巧吧。因为钻石现在其实高手还是蛮多的，高手如云。对面的小鱼人知道必须得把线赶紧清掉，不然被对面卡住线去玩，可能是吧？被压过来也不好打。一技能，这个小鱼人学 E 的，学 E 和 W。他如果学 E 和 Q 的话，那直接打上来打消耗也不错。按他 WE 的话是不可能命中的。像佐伊的话，需要我去介绍一下这英雄了。稍微说一下吧，好像比较少出佐伊的视频。佐伊的 Q 呢，就可以往后面的位置放那个技能，释放完以后，距离越长，造成的伤害越长。你看这里往后拉，然后再往前放，命中的话伤害会高，但也是有个上限。然后 Q 释放完以后，可以强化一次平 A 伤害，就特效平 A。然后比如说它的基本连招就是 Q 放出去以后，E 技能往前，就3技能往前，然后拉一个超远距离，然后也算是个突进。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要带猛然突进这个符文，也是为了增加猛然冲击。这件符文的话，也是为了增加这个伤害。这样的话，就伤害会少一点。比如说，只是很短的话，一般是往后放，再往前走位去拉扯这样。然后像佐伊为什么？然后他的那个小兵身上，或者说对方释放了召唤师技能以后，就会掉落这些技能。这些技能的话，你就可以减完以后就会变成2技能，然后去释放。是大招，说错了。大招的话是往前突进，然后在突进的原地会留一个坑，然后释放完以后会回到那个位置。这里直接金身规避伤害，闪现拉出来，但对面的赵信还是盲生，伤害很高。这就是版本 T0 的打野。自家赵信还是有点慢了点支援。E 技能就是往前丢个球，然后呢会造成一个睡眠控制。在这个睡眠的过程中呢，如果遭受到攻击的话，是会被打断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就睡眠不成功。然后释放出去以后，如果不命中，像 E 技能没有命中，会在原地留下一个持续的一个陷阱。然后这个陷阱呢，如果在你踩上去以后，就会直接也会命中这个眩晕睡眠。看这里利用大招做一个突进。像前期的话，如果没有太多的拉扯，你就完全可以利用 Q 很短的 Q 释放完以后，直接打个消耗，这样子清兵。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前期平 A 伤害其实不差的。这里的话睡到对面打一套，但这里的话对面鲨鱼丢过来还好，伤害并不是特别高。赵信直接上去秒掉对面的小鱼，把兵线一清，然后可以推塔，11层打皮。
像推塔的时候可以利用释放完 Q 以后，是吧？然后利用一个强化平 A。像这个金身的话还是要留着，因为对应小鱼人的话会舒服很多。有金身，但金身好像没用到，但还是赚的，因为小鱼人一直没有吃到兵线，而且塔已经推掉很多了。就玩好左一的话，需要的是一个你对敌人的位置要有个清晰的一个方向，然后再去释放技能。这里可以看到啊，超远程的一个 Q 打出来的伤害，2个 Q 就可以把对方打残，接平 A。这里 Q 接平 A 再睡，像最好的情况下就是最公式的连招哈，就是 Q 然后大招往前接平 A， 再 Q 命中，再接一个 E， 然后等他睡着以后再 Q， 然后跑到他那个位置去。如果超级远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接闪现去秒。这里睡到了对方，这里可以看到很花的一个拉视野的一个过程，拿个疾跑，看看对面有没有残血，对面盲王在这边直接上引燃吗？引燃烫死了对方。这里的话，很多闪现的情况下，对于左一来说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，他可以一直捡技能。这里甚至可以还捡一个惩戒，惩戒的话都可以拿来清小兵，都可以，像打炮兵啊这种。像捡到保命技能的话，就是一定要留着，像闪现的。但如果说追击敌人的话，就问题不大。这里面的话可以看到，他第一件是以前的左一可能第一件会做那个炉灯，但现在的话前期需要打更多的伤害，所以做巫妖之握特别适合现在的左一。像赶路的话，也可以利用这个果子。这里眩晕，睡眠没有给到。控制没给到，那这里的话利用 Q 把兵线清掉。这里睡中对方，像你睡中对方的话，就算对面没有视野的情况下，也会在暗的地方会亮一下，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拉屏幕的过程中去看到对方。这里睡眠命中了，但是没有穿墙的，没有太好的位置过去。这里利用大招超远程的打一个 Q， 大招过来，但是对方差点秒掉了。
像这里的话，它会掉落的就是主动装备，还有就是那个召唤师技能。哦，这样的话能跑掉吗？露露给了大招，但这个鹿紧追不舍。但这样的话，这条龙就不好打了，因为这边是少人的。哦，杰斯上来，但露露吃掉了这个人头。露露的话是利用 Q 技能，应该是那个精灵在杰斯的身上直接超远程的一个 Q 收掉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火龙魂可以拿到吗？互相的拉扯，直接命中，杰斯把人头收下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拿大龙，因为对面掉了2个人，等他们赶过来的话，状态也并不是很好。就是大龙的状态肯定已经掉的差不多了。这里。晕住，眩晕住了，但没有机会去杀，打个消耗就可以了。回去把金身给做出来。这里晕住对面卢锡安，但冰挡住了。要不是兵线卡住那个位置，不然的话可以直接闪现给到对方技能。这里又睡到了对面的卢锡安，直接有没有机会秒掉呢？没有，已经早早的跑掉了。哦，这个对面有个残血，但想要推掉的话还是有点亏的，因为大龙那个什么护盾还在。只能说去压缩一下对方的兵线，推完2路高地已经 OK 了。那等下一波弄团，在这里的话，超远程的一个 Q 接 E 接平 A， 直接把对面的卢锡安秒掉。这里闪现，这里露露给不到盾，比较可惜。其实操作好的话能活的，不能直接上了，而是往回拉扯一下，等 E 技能好了以后再去玩。在那里放了一个睡眠，防止对方有人从那个位置跑出来支援。但左一的 E 技能还是蛮远的。这里睡到对方，对面没有水银的话，但有队友保护。
对面也是选择了狂偷塔。这盲僧还好，利用大招的那个抵消掉了盲僧的踢，飞到一半的过程中直接被踢回来，那个飞回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大龙还有龙魂都到手的话，对方就没办法打了。等射手把龙魂拿到，双龙魂啊，然后两路的高地都破掉了的。这样的话，找个机会，直接可以轻松拿下了。哦，这里 Q 空了，不然中的话中3个人，在这里踢回来，没人跟伤害了。这个盲僧玩得很好，但队友不太行。这里的话，平 A Q 命中以后接平 A 啊，满血直接把对面秒掉，直接睡到对面的卢锡安。卢锡安的话，队友直接接上伤害秒掉。好。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